Hello，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来谈一下问题指甲处理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又很特别，它是指甲非常软到裂开来，所以过来找我们做处理。荧幕的左边是矫正前，荧幕的右边是矫正后。矫正前呢，指甲已经软到会裂开了，中指裂开；矫正后之后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非常的漂亮。放大来看，对，裂开看起来更明显，变好也看得更明显。这个例子，请跟我往下看吧。桃园他店的客户，这个客户是从桃园来台北做指甲的。那他原本的指甲就偏软，那个时候为了要让指甲变硬一点点，所以长期在其他的店做艺术指甲。他希望透过长期的做指甲，能够让指甲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健康。可是很可惜的是，在其他店做呢，它的真假情况并没有改善。坊间凝胶的问题，为什么一直做外面的凝胶，可是指甲却没有改善呢？好，那就是因为坊间的凝胶有一些固有的问题。坊间的凝胶为了要持久，就是一般的轻薄型光疗，好，为了要让凝胶能够在你手上待久一点，所以会使用含酸的固定剂或者是含酸的底胶，这一些东西它会稍微侵蚀一点点真指甲，让你的真指甲能够和凝胶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他们使用的比较平价的凝胶，这个时候更需要使用固定剂去粘附指甲。可是这样子每次都会伤害你的指甲，每次做的时候就会侵蚀到一点点。卸指甲的时候还要再用卸甲液再把你的指甲再溶一点点，所以会有一个持续性的破坏。但是这破坏其实没有非常的大，健康的指甲是可以撑得住的。就好比说，健康的头发跟头皮撑得住平常正常的染头发、吹头发、烫头发，可是不健康的头发、不健康的头皮可能就撑不住比较差的技术跟原料。同样的道理，比较不健康的手指头可能会撑不住我们一般坊间做指甲的做法以及做指甲的材料。这个时候只好来找我们了。刚刚讲的东西比较深入、比较难，如果想更深入的了解的话，我们有拍过基础指甲的前置说明，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解释。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右上角点一下，或者是下面的说明栏一样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那我们继续讲解这个例子，指甲软的影响。当你指甲很软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呢？指甲的前端容易断裂，指甲呢因为很软，被外力一撞就容易翻开来，更造成第二个结果，扇形指甲或者是指甲变形，因为一直翻，指甲的形状就越跑越夸张。那指甲形状跑掉之后呢，粉红色的那个指肉也就会越来越短，好，最后导致你的指甲比较难留长，因为你的指白非常长，好，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容易断掉。我们看一下它的宗旨断裂、扇形、甲床短、指甲短这些问题都有。个案处理的重点，这一个例子我们当然是使用了矫正型的凝胶去保护真指甲，逐步的去调整指甲的形状，搭配客户做好日常的保湿，才能长出健康的指甲来。中后期还要继续延伸它的甲床，让指甲变得非常的健康与漂亮。可是这个例子在整个矫正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特点跟问题。这个客户他的新陈代谢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所以导致指甲变健康的时间也比别人长一些。另外，这个客户喜欢留圆形的指甲，并且喜欢留很长很长的指甲，导致这个矫正中期之后破坏是比较大的。好在最后还是有不错的成果，等一下会看到他在初期过后就会做有颜色的凝胶，以满足他爱美的心情。荧幕的左边是第1周，右边是第20周。其实在第20周的时候，它的指甲已经变长了，形状也改善很多，而且皮肤经过保湿之后也变得很好，甲床也变长了，还是很不错的事情。但是这个客户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要继续努力。包含哪些？第一点，指甲不够硬；再来是甲面的纹路比较深；再来是他觉得甲型可以再更好看一点，更细一点点。而且他的指甲、他的甲床也想要长得更长，所以他决定要继续往下做矫正。好，可是前面20周进度会比较快，后面就会慢很多很多。来看一下44周，变好一些些。那做颜色看不出来，所以我们看57周好了。57周的时候，指甲变得更长、更漂亮。可是因为指甲太过于长，所以它偶尔会有一些损毁的地方，有标示出来
因为指甲太长而不习惯造成的损毁呢，在第73周的时候表现得更明显。这一次做指甲隔了好像1个多月才回来，指甲上面的那个空洞非常大，隔了5-6个礼拜，损坏非常的多，这导致矫正状况又慢了一点点。不过还好到最后想要卸甲之前终于认真的保护指甲，保护了好几个礼拜，所以后面就有一个不错的成果像这四指不错，大拇指也非常的不错。看到这里，如果各位还有兴趣的话，请跟我来顺着看一下它指甲改善历程。我们看到第1周，刚才看过了，非常不好的指甲。之后到了第6周，立刻变长，可是它的甲床还不够长。到第14周，甲床变长很多。到了第20周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算是一个健康的指甲了。它为了更漂亮，所以继续往前走。第32周指甲真的变得比之前更长了，可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因为指甲留太长太爱美，所以把它折到撞到，变得比较不健康。44周的时候又变健康又变漂亮了，所以时好时坏跟人生一样。57周57周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它的食指。之后很不幸的来到第73周，破坏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了他从这1周之后就认真的做保护，因为他想卸除指甲了。看一下81周就很健康，84周就更漂亮。所以到了第86周把指甲卸掉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漂亮健康了。也从这个例子提醒大家，做好保湿，做好日常的保护，指甲才会变得漂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指甲矫正的前后对比。矫正之前侧边的照片裂指甲裂得很深裂到那个指肉里面去了，那时候是会痛的了。可是到了第86周矫正结束之后，非常的漂亮，侧边看起来也都非常粉嫩。换个角度看一下，矫正前指甲的扇形跟纹路都比较多，可是矫正后就变得漂亮，非常非常的多问题指甲矫正计划能够让这个指甲变得这么漂亮，那当然是问题指甲矫正计划。我们透过矫正型的凝胶指甲，请客户定期回来准时修补，并且做好日常的保湿指缘用跟万膏适量涂抹，1天擦10次，双管齐下，让你的指甲能够越来越健康漂亮。所以如果你的指甲也有同样的问题，该做什么事？来找我们咯好，那么今天就到这边，记得按赞订阅小铃铛，拜拜。